疫苗争夺战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状态。世卫组织批评欧盟破坏中国疫苗的公信力，非洲国家也痛斥发达国家破坏疫苗公平。但这世界哪有公平？它不单单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争夺疫苗，西方国家内部也在争夺疫苗。欧盟刚骂完美国禁止疫苗出口，转头就对非洲国家的求购视而不见。中国人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吧？不，应该说庆幸自己是中国国籍，因为即使你不在中国，中国疫苗所到之处也皆是中国人享用之时。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这个视频告诉你。7月1日，关于新冠疫苗发生了3件大事儿。先是欧盟疫苗护照正式启用。疫苗护照是指已接种特定新冠疫苗的证明，有了这份护照的人在欧洲通行可以不用隔离和检测，说白了就是疫苗的身份证。本来呢，这是挺好的事情，避免隔离可以促进各国人员和经济的流通，又可以鼓励大家去接种疫苗，一举双得。结果欧盟又开始搞小动作了，他们将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排除在护照的认可之外，言外之意就是中俄疫苗不可靠，我们不相信。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结果还没等中国有所行动，世卫组织先看不下去了，他们直接联合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COVAX， 批评欧盟正在破坏公平，故意破坏中国疫苗的公信力。这就是第2件事儿，世卫组织痛批欧盟自私。世卫组织说欧盟破坏中国疫苗公信力已经是很委婉的说法了，其实说白了就是给中国疫苗泼脏水。大家可能会很奇怪，为什么世卫组织如此力挺中国？原因有2个，一方面是中国疫苗不管是保护自己还是给世界供货，都做得实在太好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发达国家把世卫组织给霍霍得太严重了。自从新冠疫情发生后，世卫组织一直在领导全世界人民抗击疫情，但是西方国家总是在给世卫组织添堵，先是不相信病毒的危险性，不隔离，导致疫情在全球范围扩散。无可奈何之后，世卫组织为了帮助全球尽快走出疫情，就召集大家搞了个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也就是 COVAX。COVAX 的目的非常神圣，就是希望通过世卫组织的协调，让全球所有国家都能公平地获得疫苗，并尽快战胜疫情。在他们原有的规划里，2021年还需要20亿剂的疫苗才能应对全球性疫情危机。结果发达国家又出幺蛾子，他们虽然参与了该计划，但是没有任何人将 COVAX 的规划记在心里。他们要么限制疫苗原材料出口，要么在囤积远超本国需求的疫苗。就算将疫苗捐出去，也是把它作为政治礼品送给与自己交好的国家，而不是给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导致承诺给 COVAX 的疫苗远远不够。截止到6月份 ，COVAX 收到的疫苗仅有8000万剂。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被气得直接批评发达国家囤积疫苗的做法丧失了道德底线，而 COVAX 也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被迫将进行改革，减少发达国家参与的角色比重。目前全球疫情越来越严重，基本上 COVAX 除了想办法收取更多的疫苗外，已经别无他法。但是要想全民免疫，得需要全球70%以上的人口都接种疫苗才能实现，而现在只有11%的民众接种了疫苗，仅仅达到了期望值的1/7。可想而知，世卫组织肯定是又急又气，但是又很无奈，毕竟世卫组织只能从道德上谴责别人，并没有实际的权利来约束这些人。为了让人们尽快接种疫苗，世卫组织只能紧急特批了几款疫苗作为其他国家的疫苗种植选择方案，希望能曲线救国。其中中国国药和科兴疫苗就属于世卫紧急特批的疫苗，它们被大量的数据认证过是有效的，所以才被入选为世界疫苗接种方案。欧盟疫苗护照将中国疫苗排除在外，可想而知又是疫苗政治化的重演。他们发布疫苗护照不仅夹带私活，还不承认世卫组织认可的中国疫苗，这就相当于再次给世卫组织添堵。你说世卫组织气不气？至少要是我肯定生气。然而生气有用吗？并没有用。在疫情面前，新冠疫苗就是最高级别的物资，是核弹级别的存在。可在疫苗面前，所有人的心里都是自私的。看过《末日丧尸片》的都知道，末日时代打败人类的往往不是丧尸，而是食物以及人类的自私。在末日时代，得食物者得天下，在现实中得疫苗才能自救。这就是我上期说的疫苗争夺战。现在看来，远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激烈。至少在疫苗争夺战中，落后就是原罪。事实上呢，如果要说生气，不要说世卫组织和欧盟，其实非洲才是最应该生气的那个。这也是我要说的第3件事儿。7月1日当天，发飙的不仅仅是世卫组织，还有负责非洲新冠疫苗采购的非盟特使斯特拉夫·马西伊瓦。他直接对欧盟开炮，批评他们口是心非。非洲不奢求欧洲捐赠疫苗，但至少也允许售卖。非洲连最穷的国家都把钱掏出来了，
结果欧洲却连1剂新冠疫苗都不肯卖给非洲。说实话，欧盟其实也挺魔幻的，自己被美英戏耍后，将英国阿斯利康公司告到法院，批评由于美英禁止疫苗出口，造成疫苗不公平的现象，结果自己转头就对非洲求购疫苗视而不见，典型的两面针。其实这些还不够魔幻，最具有戏剧性的是，在中俄疫苗大量出口支援其他国家的时候，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还要舔着脸对着欧盟民众说，在疫苗这方面，欧洲疫苗的精神远胜中俄。不知道米歇尔这次被世卫组织和非盟特使打脸打得疼不疼？其实这3件事都在说明一个现象：当今世界，疫苗已经沦为一种战争物资，也就是疫苗争夺战的来由。疫苗争夺战，我们在上一期就讲过了。中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整个疫苗格局，但很多人还不太理解，所以我们就再解释一遍。疫苗争夺战是遍布整个世界范围，不仅大范围有，小范围也有。它不单单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西方国家与中日韩等国争夺疫苗，甚至连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在竞争，比如美英与欧盟，欧盟与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在竞争，甚至欧盟内部也在竞争。他们只有吃饱了之后，才会大发善心售卖给其他落后国家。所以你会看到，美英疫苗接种数量比欧洲多，欧洲又比日韩多，日韩又比落后国家多的情况。疫苗争夺战的根本原理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状态。西方国家一直披着公平自由的外衣，在这一刻被自己撕扯得粉碎。在具体数据上可以看得更加明显，发达国家接种的疫苗数量占据全球的44%，而最贫困的国家只占0.4%。如果再看预定疫苗的数量，那两者的差距就更悬殊了。美国人口仅为3.3亿，却预定了8亿剂新冠疫苗；英国人口仅为7000万人，也预购了3亿剂新冠疫苗；加拿大人口仅为3700万，更是预定了1.25亿剂疫苗。一直在训斥其他国家禁止出口的欧盟，则定制了18亿剂。然而他们的总人口也不过4.5亿左右。那么中国呢？疫苗接种人数超过13亿，在全球范围内一枝独秀。当然，这也是先满足国内需求为主。有些人可能会说了，那中国是不是与其他国家一样自私嘛？那你就错了。优先满足国内需求与积极帮助世界抗疫，两者是不冲突的。中国给出13亿剂疫苗接种的成绩外，还向全世界提供了4.8亿余剂疫苗，是世界上出口疫苗最多的国家。最关键的是，这些疫苗大多数都运往了发展中国家，成为落后国家为数不多的救命物资。中国疫苗在为发展中国家保留了为数不多的可选择性，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说的就是中国。在中国弱小时，一直努力摆脱贫困，不给世界添麻烦；中国强大时，也不忘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虽然不是最强大的那个国家，但绝对是最关心人民的国家。2021年6月20日，在国内某回答网站上，有一个高赞且感人的回答，题目是有哪一瞬间让你为祖国激动的热泪盈眶？下面的回答达到了5000多个，内容涉及到歼20、北京申奥、98年抗洪、两弹一星等等，有很多的大故事件。但是其中有一个名叫 Leave Me Alone 的作者说了一件小事儿，却感动了1.2万人。内容看完之后，说实话，虽然置身事外，但是有那么一瞬间是热泪盈眶的。事情起因与疫苗有关系。作者的母亲因为工作原因，常年驻扎在中东的阿曼苏丹。阿曼是中东的小国，在我们国内并不出名，所以很少有人关注。在阿曼的中国华人也不多，只有3000多人。相比于其他国家几百上千万的人数，确实属于凤毛麟角的存在。疫情发生后，这些华人一直生活在危险当中。原以为只能自己小心规避或者回国打疫苗，但是没想到的是，为了保护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中国外交部特地与阿曼政府联系，直接给阿曼捐赠了10万剂新冠疫苗的援助。条件只有一个，中国人优先，剩下的9万多剂都用来帮助阿曼苏丹的人民。阿曼政府为了表示感谢，给中国派出了最好的医生。中国人优先。看到这边，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会发自内心的感到自豪。100年前，我们连自己国内的人民安全都无法保证，100年后，我们却可以将国外的同胞也保护得很好。作者出于感动，将事情经过写了下来，让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伟大。很多人都感动得一塌糊涂，有的说大国崛起，小民才有尊严，也有的说中国护照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证件。但是我更喜欢的一句是，中国法律规定，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每一个中国公民。作者的底下都是清一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人，说实话也包括我。当然，作为一名自媒体人，我也有义务为他诉说的故事验证真假，所以我特意找到中国驻阿曼苏丹大使馆网站，确认了中国的确在阿曼的7个省份设立了9个疫苗接种点，来确保中国人能快速接种疫苗。
后来我又深入了解，发现作者之所以能得到疫苗的支持，其实都是源于一个行动——春苗行动。春苗行动是中国政府推出为海外中国公民接种新冠疫苗的计划，它旨在让中国外交部以及大使馆利用一切手段，也要协助海外中国公民接种新冠疫苗，有点类似于国内的扶贫运动。不同的是，这个行动服务的对象是海外的华人，目的是保障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作者的经历其实只是春苗行动的一项而已，还有诸多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措施。在中国国内疫情刚刚爆发后，海外的华人几乎搜刮了整个世界的口罩，一批又一批的医疗货物被送往中国。同样，当中国海外华人深陷疫情缺少口罩时，中国大使馆也及时送去医疗包，帮助中国公民度过疫情。春苗行动是其医疗包春节包后的延续，名称源于浓浓真情育春苗，拳拳出心护同胞。截止到6月29日，中国外交部已协助超过170万海外中国公民在160个国家接种中国的新冠疫苗，不放弃每一个中国人。如果是国内大城市的人，会对这句话嗤之以鼻，觉得这是假大空。但是对于海外还能感受到国家强大的人来说，它是足以暖化心灵的存在。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疫苗到底是如何取得这么高成就的？答案其实就是百炼成钢。中国不仅经受住了争夺战的考验，还经历了路线战与舆论战的磨练。今天就带你们来了解一下另外2场战争。我们先说下路线争夺战，在这个战役里，中国的表现同样堪称完美。2020年，中国国药生产的新冠疫苗率先进入3期临床试验，一时间关于国药疫苗技术落后、有效率低的谣言几乎满天飞。国药疫苗属于灭活疫苗，是一种成熟的技术，而美国辉瑞研制的疫苗是 mRNA 疫苗，属于最新型的疫苗路线，这就是疫苗路线战。为了方便理解，这边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在国外进行试验。疫苗试验是基于一定规模的病情人数上进行的交叉试验，这样才能验证它的安全性。但是中国把国人保护得太好了，导致中国国内几乎就没有几例病例可以用来做实验，所以国药只能去国外做实验。所以在此刻故意发起疫苗路线战，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围绕疫苗研发路线来争夺疫苗话语权，从而延缓中国国药的研发时间。然而他们的策略注定只能给中国添堵，却不可能成功。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说一下中国疫苗路线的策略了。新冠疫苗的研发路线有5条，分别是病毒灭活疫苗、核酸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和减毒灭活疫苗。这5种路线原理都差不多，都是利用人体产生抗体的方式来杀死病毒。5种路线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劣势，它们之间是不能相比的。我们还是以辉瑞疫苗和国药疫苗为例。辉瑞疫苗属于 mRNA 疫苗，它的优点是无需灭活，研制的时间短，有效率高；缺点是后遗症大，价格昂贵，不容易保存，运输也很难。这种疫苗是未来的疫苗方向，很符合西方国家的特点，技术先进，价格贵，非常适合收割其他国家。最关键的是这类疫苗以前从未用过，辉瑞这次能得到这么多国家的支持，只是因为新冠的特殊性，西方国家才会选择这个路线。所以辉瑞为何频繁被爆出注射疫苗后死亡的现象，就是这个原因。说的客观一点，每一个疫苗都存在危险性；说的激进一点，辉瑞疫苗在全球推广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拿全球人民给 mRNA 疫苗做实验的过程。相比于 mRNA 疫苗，灭活疫苗属于传统疫苗，优点是技术成熟，安全性高，容易保存和运输；缺点是研制时间长，对于技术要求很高，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的能力。这种疫苗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选择，原因就是便宜好用。而其他的疫苗路线都差不多，介于2者之间。这5种路线没有哪条路线更好，只有更适合自己的。比如对于年龄大的老人而言， mRNA 疫苗的死亡率就高很多，所以讨论哪个疫苗更好用其实没有意义，那是小孩子的行为。而中国的战略则是全都要。与其他国家专注某一款疫苗不同，中国科技部在5条技术路线上都进行了布局。除此之外，每一条技术路线还安排了1到3组试验同时进行，说白了就是赛马制度。在路线之间5种路线进行竞赛，谁先研制成功谁先上。在同一条路线中，哪个团队先攻克，哪个团队上。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就只有一个，确保疫苗的研制成功率。疫苗研制所需的时间其实是非常漫长的，少的数年，多的10数年。而新冠疫苗则是创造人类历史，很多不必要的审查要么去掉，要么加快进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疫苗研制的成功率就很高了。比如阿斯利康疫苗就被爆出过血栓等问题，被各个国家停用。为了避免没有疫苗可用的情况，各个国家都会安排多支团队来攻克新冠疫苗，而中国无疑是手笔最大的那一个。通过赛马制度，中国已有20款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其中4款疫苗已在国内获批复条件上市。
分别是3种灭活疫苗和1种腺病毒疫苗。这其中，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被世卫组织纳入紧急清单，证明了我们疫苗的可靠性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随着时间，中国可用的疫苗会越来越多，西方自以为的优势也会彻底丧失，这才是中国疫苗路线的可贵之处。然后我们说下舆论战，舆论战其实是伴随着中国疫苗成长的，从最开始被质疑没有疫苗屏，到后来被质疑疫苗的成功率，这些全都有。但最杀人诛心的则是西方炒作中国接种速度慢。以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为例，根据法国广播电视台消息，在3月9日那天，米歇尔就公开说，中国人接种比例比欧盟低2倍，更不能与美国、以色列对比。同样观点的还有英国《金融时报》、德国之声等媒体。他们为何如此关心中国人是否接种疫苗？是因为他们具有人道关怀精神吗？当然不是，他们其实想通过质疑中国只顾着救济其他国家，却不顾及自己国内的民众，来间接给中国疫苗出口添堵。结果如何，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仅仅3个月，米歇尔的人就已经体会到了什么叫中国速度。比如，当中国疫苗接种超过13亿剂时，其他国家的接种量几乎没有上升。说实话，以上的偏见其实根本不值一提。当时中国接种慢，不是因为中国不关心国内，而是国内民众被保护得太好了，一有疫情就被马上消灭，大家觉得接不接种都一样，这才导致大家不重视疫苗。但是当中国开始重视，进入疫苗加速之后，其他国家就进入了从惊讶到黯然失色再到惊叹的状态。中国以每天2500万剂的超快速度告诉其他国家，世界还有中国撑着。6月3日，美联社用中国正在做一件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能做的事情来形容中国疫苗的接种速度。而最关键的是，中国在保证自己供应的同时，还加大对外的输出力度。如果我们回头去总结一下疫苗战，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争夺战，在我们看不到的背后，糅合了路线战、舆论战、接种战等多个元素。在这场战争中，美英中俄属于第1档，有技术有产量；欧盟和印度属于第2档，要么有技术没产量，要么有产量没技术。其中印度就是后者的代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印度本来在疫苗上是抱有雄心壮志的。他们不仅自己研究疫苗，而且还获得了英国阿斯利康的专利授权。于是莫大仙瞬间觉得自己又行了。在国内，他发起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疫苗接种计划。在国外，还没等自己人完成接种，莫大仙就向多国许诺和捐赠疫苗，准备与中国打疫苗外交战。结果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美国禁止原材料出口，打醒了印度疫苗大国梦。国内疫情复发，又重重给了莫大仙一记耳光，让他们懂得什么叫攘外先安内的哲学。最悲惨的时候，印度学者呼吁印度抛弃偏见，大力进口中国疫苗。印度血清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普纳瓦拉甚至在媒体上恳求美国解除原材料限制，并跑去西方国家请求加大力度生产疫苗。在印度，你会看到一群人为了努力解决疫苗而出谋划策，但是一直无法解决问题。社会就是这么现实，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也一直存在。中国之所以能摆脱疫情，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自强不息地研制疫苗，而努力的人自然不会过得太差。中国又凭借疫苗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未来的世界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或许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中国疫苗与中国形象一样，正在让这个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好了，我是熊猫，接下来给大家准备了华为芯片的最新技术视频，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